2月4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啊，是带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。那这样一个 K 线的定义啊，是开盘价和收盘价的幅值啊，在 2.5% 到 4.5%。那上下影线的长度啊，不超过实体部分。那带上下影线中红 K 线的特性啊，是这样的，也就是它在开盘之后下跌到最低点，那多方拉抬股价到当日的最高，然后呢又收盘在最高价的附近，那当日是多方强。这样的 K 线啊，可以出现在 K 线图的任何位置。我们来看看当日的分时图。从分时图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它是在开盘之后有一个小幅的下跌，然后股价一路被拉升到当日的最高，然后股价被拉回收盘。对，我们从这个分时图的趋势也可以看出是多方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K 线的寓意。那有2个，第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带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出现在 K 线图当中的不同趋势、不同位置，或者所处的关键位置不同，那它代表的意义啊是不同的。那要结合具体的 K 线所在的位置进行分析，这是它的第一个寓意。那第二个寓意就是这样的红 K 啊，可以合并观察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这样的红 K 连续出现2到3个，并且是在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中，同时出现，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如果下方再有，也就是连续出现红 K 之后，再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合并的3个或2个红 K 啊，看作是一个长红爆大量的红 K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12月22日、23日和27日，当然这里边会有长红 K 线，那连续出现红 K， 我们可以把它合并成一个长的实体的红 K， 然后可以把下面的成交量加在一起，那它将是一个抱有大量的长红 K 线。对，好，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合并的长红 K 线出现在底部，或者说是多头的上涨的一个位置，它将是一个攻击信号，也就是上攻的一个信号。那我们会看到股价会继续上涨。但是如果连续出现的3个或2个红 K 是出现在高档，那要当心有可能日后股价不涨或者说是下跌。好，这是这样一个 K 线的第2个寓意。